今天咱们继续讲解寻可炮，本局起将为大家展现非常实用的经典入局杀招。相信学过本局的话，你的入局杀法将会更上一层楼。红方寻可炮，黑方退车捉，扔出小飞刀，先手打车，后手再打车，飞象捉车，车三平二，卡住炮的话，在将来炮打马的话，这个走法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红方一旦上马的话，车在这里立不稳，反倒出子特别迅速。当然他平车闪开的话，这里也是得不偿失，快速出动车马。公认的招法，进车下二线，将来可平车压马，还有平车勾马。寻可炮沿河18打，可前打可后打。黑方平车，那现在的话，无论你打不打马，他都有进炮打你的马。形成将军抢夺先手，卡住车，锁住象眼。红方先弃子防守，同时也是采用调虎离山，准备快速出车。那当然呢，你如果说不吃的话，迅速上马的话，反踩车，这个马就直接腾云升天，快速出去了。黑方吃掉。此时红方出车，先手捉炮，平车看守住，接下来乘势以逸待劳，深暗布局。那么走到当前这个局面，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呢黑方有退马，还有平炮对车，多子猛对的走法。本局起我们继续看他第三路走法，选择卒一进一。那么在这里咱们也再度为大家复习一下当头炮的核心进攻思路，尤其是单马马跳边的话，单马守住中轴的话，当头炮的对局，咱们主要的进攻方向就是中路，谁先炮打中路，挂上当头炮的话，谁就拥有主动权。如果想到这里的话，势必这个七路马是咱们进攻的主要方向。那么在这里呢，进炮打马势必的会形成一个得子的局面，这个走法在前面我们已经演示过。本局起红方将为大家展现不同的入局手法，进车寻合，黑方退车防守，这也是暗藏先手上马打车，红方平车避让一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里目前来说，感觉黑方有一招进炮，红方退象，再度平车过来捉。实际上这个走法是不成立的，因为炮一走的话，先手将军再一飞象的话，将来这里双炮双车是瞄准他的七路线跟中路。如此的话，黑方两个车目前来说还没有快速抵达前方阵营，反观红方这个攻势是比较强大，仅只差一步棋就捷足先登。那么这里咱们就点到为止，我们继续为大家发展棋局的走法，选择快速上马。那么在这里相信我们有一个疑问，他一跳马的话，是不是进炮打马，他平炮打过来，咱们再进去一吃，这不就好了吗？不仅得回失子，而且非常的有攻势，中路还可进攻。那么在这里高手行棋往往让对手是看不透，并不会在乎一兵一卒的得失，直接进车压进下二线，形成一个巧妙的布局。黑方上马，既有上马踩象，还有窥视中炮，将来可卧槽，形成攻势。好了，大家来看看当前这个局面，换作你是红方的话，能不能找到入局的方向呢？如果说走对这步棋的话，可谓是大师级别。好，那在这里咱们就直接为大家分享出来。前面我们讲了，当头炮核心思路就是进攻中路，拔掉七路马，到底是进炮打呢，还是进车吃呢？可能我们很难想到用车吃马，
现在当务之急，黑方有2个思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走法呢，是直接平炮打掉车，这个是常规的走法。第二种走法呢，是上马先把当头炮给拔掉。那红方为什么如此行棋呢？主要是快速形成杀招，中炮一响的话立刻杀棋。现在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他如果说把炮走开的话，进炮打底象，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先见这个车一剑封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十字炮杀法是撑不起来。那么如果说士4进5的话，这个不用讲，进炮打底象闷杀。士6进5呢，红方只需要出帅形成一个标准的铁门栓。现在平炮过来的话，退车一吃也都是来不及，红方直接快刀杀棋。好，那么在这里呢，黑方当务之急有且仅有一招，进炮打兵反手，先来一个将军化解燃眉之急。红方跳马一吃，那么走到这里基本上就很难防守了，他也只好选择平炮过来先给跟住。现在的话我们来继续来看，红方现在这里没有杀棋，顺势上马，这里就比较厉害了，可进炮打，将来还有上马踩，但是这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一旦走到马4进6的这一步棋的话，可平车杀，可卧槽杀，老将眼睁睁看着杀棋。所以呢，在这里呢，黑方必须得想办法防守这一步棋。好，我们来看看黑方采取进车，你在挑马的时候，他可以平车拦截，红方又该怎么走呢？此时跳马不成的话，转变进攻的方向，平炮瞄准3路象，一打的话，同样的十字炮手法。那现在他也只能把象飞开，但是我们这里肯定会存在一个疑问，我平炮拦住，你敢打的话我就敢吃，依然是形成稳固防守，但是炮拦住了，红方炮也拦住了自己的车，红方一旦上马，黑方就铁定输棋。现在直接平车杀，跳马卧槽杀，你平炮卡住了，进炮打底象杀，平车过来跟住的话也是为时已晚。所以呢，在这里可以说步步巧妙暗藏杀机，黑方难以防守。那么在这里平炮打象的话，必然是把象给飞开，接下来展现出运炮技巧，腾挪顿挫。黑方退炮，老将动不了，下一步棋就是很明显的重炮杀棋。那么在这里想要解决重炮杀棋的话，也只能跟住尾炮。黑方上马踩，红方进炮打车，如此的话这个车就白白丢掉了。关键是进炮的话，后炮变前炮，重炮继续杀，他没有办法进车跟住这个炮，车是守不住了，只能上马守住重炮杀棋。如此的话，车一旦丢的话，这个局势很明显，红方是兵种强大，而且形成快速围攻，快速形成杀棋。回到局面，先前黑方直接平炮打车，忽略了红方中炮强大的攻势。那么在这里他第二个思路，直接上马先手破中炮。那将来有先手卧槽将军同时炮打了车，就把难题交给红方，红方必然是先把车给逃开。此时走到这里，如果说跳马卧槽的话，反倒出帅帮忙。同时在这里红方是先手叫杀，称是黑方也是必然的走法，但是肯定不甘心，我先来一个进炮，先把能够进攻的棋先走出来。红方必然也是仅此一步。那么接下来
这里就很容易走出跳马卧槽的棋，如此的话反倒是推波助澜。红方一出帅，这里很明显平车砍士先前就有杀棋，现在乘势感觉为时不晚，实际上红方是强行破势入局，再度进炮一将军只能称是直接形成一个借帅助攻的杀棋手段。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摆回来，关键点就是在这里，跳马卧槽这步棋不能先走，黑方也只能先选择乘势提前防守一步，接下来红方飞象把马给吃掉。但是在这里黑方还是有后续强大的攻势，进车下二线。目前来说，如果不熟悉这个杀法的，就很难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同样分析一下红方，已经打通前方，现在双车以及这个炮，黑方一旦补齐双士的话，就没法进攻了。那如何入局呢？主要一个核心思路，缺士怕双车，势必破势入局，也是仅此的招法，进炮破势。那将来的话，这个一走的话就有杀棋了。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黑方选择出将，这里不仅是解杀，而且是还杀，就看红方能不能看出来。现在我们感觉平车一砍士的话，下一步棋再度平车一吃士的话，就是个杀棋。但是大家得注意了，如果这样走的话，黑方是直接捷足先登，弃车砍中士，展现出自出洞来无敌手，进洞出洞的3点头杀法。那现在很明显的话，如果说回马吃的话，不用讲，进车砍底士杀棋，那也是进帅吃掉，进车一将退下去，再来一将，只能上来借将助攻，退车杀棋，这里反倒晚了一步。好，所以说走到这里啊，我们相信大家呀也是吃了亏就会长见识了。当然在这里如果说平车吃士呢，这个效果前面我们讲了一样，那红方这里不吃你的，能不能想其他的办法呢？我快速出帅解杀可不可以呢？这个走法依然是不成立，因为黑方直接平车砍中士，下一步棋进车砍底士就是双车错，车占花心的杀法。红方也是仅此一步，回马吃掉，进车一吃士的话，将军请上2楼，来一个海底捞月，直接杀棋。如此的话，相信大家一看这个手法也简直是太绝妙了。好，那么咱们再度返回来看看，换做你是红方的话，如何反手解杀还杀呢？这里就是关键点了。先前我们看了，一旦来一招黑虎掏心平车砍中士的话，这里就晚了。这里也是咱们必须要掌握这个解决杀法的办法，直接来一招将军脱袍，飞龙在天，把象给飞开。他再度平车砍的话，进帅吃，进车将军咱们老帅可爬上3楼。当前这个解杀也是仅此这一招，所以大家务必得掌握。那么现在黑方他是无论怎么走没有杀棋了，必须得防止红方平炮破势、平车砍士这种杀棋。当然最为直观的就是平车砍掉中士，形成牵制。那咱们这里平车一吃，下一步棋杀棋平车守住，感觉很顽强，实际红方只需要隔断遮天蔽日，接下来眼睁睁的看着平车杀棋。如此的话，在这里就形成了双方针尖对麦芒，就看谁更强。
从今天开始起，将为大家讲解古朴局中秘非常精妙的大猎手炮的精彩内容。那么今天这局啊，黑方总算扬眉吐气，赢得一局。好，我们直接先进入主题，红方当头炮，黑方也顺便呢架了一个当头炮。如果说走炮8平5的话，它就形成了顺炮应对。那么在这里啊，也为大家解释一下，有很多朋友啊在评论区留言，是不是我这里啊只讲当头炮？那么我们想为大家充分说明一点，先手练好当头炮，后手练好当屏风马，这也是象棋的基本功。因为当头炮啊，如果说不论是在先手还是后手啊，在我们平时下棋当中啊，是布局最多，变化也是非常精彩。好了，我们回归主题，此时红方上马，黑方跳了一个边马。这样的话就显然呢好像有单铁马的走法。那么前面我们有讲过，面对单铁马的冲中兵呢，势必是一个好的策略，但是它这里有中炮进行反击，所以说红方出车抓炮，黑方平车保住。此时红方来了一个马8进9，黑方也选择马2进3，红方出车，黑方平车。那么走到这里啊，相信棋友们一看这个棋，好像双方啊阵型排兵布阵是一模一样，成一个对称的子力。好了，我们继续往下演变。那么走的比较多的就是冲中兵、冲边兵呢，活通马路。此时黑方也卒9进1，红方进车巡河，黑方也来了一个进车巡河。那么相信走到这里啊，在平时当中，如果说对弈对局的话，可能棋友们就会打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你为什么偏偏学我行棋呢？那么这里就进入了今天精彩的变化。如果说你后手方黑方学着红方行棋的话，势必啊红方要多走一步棋，那肯定有不同的变化，你肯定学不到的。此时红方上马打车，黑方啊这里如果说也上马打车的话，红方避让开之后呢，你这里还是要走车。这个变化呀，稍微演变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就直接看它先车2平6，提前让开。此时红方也车2平6，因为黑方他还有上马打车，同样的模仿行棋。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又有3个变化，第一个是马9进8，第二个是卒3进1，第三个是车8进1。我们分别来看，首先我们看它第一个变化。那么这里跳完马之后呢，红方接下来该怎么行棋呢？马8进6，就直接往上跳。那么此时黑方如果说他也走马8进6，显然这一步棋啊就学不到了。走到这里之后呢，就进入了今天非常精彩的进攻局面了。黑方现在有2个变化，卒3进1，或者是马8进7吃兵。首先我们看它第一个卒3进1，这里就很明显了，看你是否交换。感觉红方刚才这里从1步马、2步、3步、4步，包括冲这个边兵活通马路，5步棋啊瞬间化为乌有。但是红方啊依然是将计就计，直接给你踩掉。黑方平炮打掉。那么走到这里啊，可能有朋友们会认为啊，这5步棋和黑方这里只跳了1步的马进行交换，那是不是在这里红方显然在出子上面步数上面吃亏了呢？但是啊，我们行棋啊，大家要切记，一旦对方啊有一定的攻势或者采取弃子交换，那很明显它是有一定的手段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一旦拔掉它的这个3路马之后呢，势必我们炮能进底，以及中炮能够发出，这样2步好棋啊，相信棋友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好，我们直接进炮到底。那么接下来进车砍底式啊，再来双车错就是个绝杀。黑方赶紧撑势护住。此时你撑完势之后呢，正好我中炮发出，这样的话加强火力，同时形成天炮地炮，内道有车。接下来进车砍底式同样是绝杀。黑方赶紧将5平6，仅此一步。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棋友们不妨看看红方又该如何采取进攻呢？这里也是可以进行思考一下，因为接下来这几步棋可以说是荡气回肠，百转千回。好，我们即将为大家揭晓答案。
此时红方如果说要进攻的话，势必要从黑方的2个士来进行突破。车8进8，接下来如果说平车砍掉士的话，再进车下底的话，就是车战花心双车错的杀法。那么黑方又该如何应对呢？这里又有2个方式，我先在这里先暂停一下，棋友们呢不妨跟着思考一下，黑方是进车保住士呢，还是另辟蹊径呢？这2个走法我都为大家分享一下。好了，看看你是第一种走法还是第2种走法。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比较直观的，如果说中士不保的话，一旦被红方平车砍掉突破的话，显然就成杀呀。那保护中士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呢？实则在这里红方依然是平车砍掉，这一步棋可谓说是走出来需要一点胆量，也是训练我们的残局功夫。你吃完之后黑方平车吃掉，这也是迫在眉睫不得不吃的。那么好了，此时吃完之后呢，红方进车砍底是这里一将军。黑方现在能不能退车呢？如果说退车的话，借助中炮依然是平车砍车，这个变化我们也走出来，黑方只能进将，再来个背后来放一枪，绝杀无解。好了，我们回到这里，那么他比较干脆的，这里将军就只能将6进1，此时同样故技重施，背后放枪，绝杀无解。我们返回到这里，显然黑方进车守是守不住的。那么棋友们呢，不妨再次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你能不能看出黑方这里是有反击的手段呢？首先我们充分说明一下，黑方现在目前来说感觉红方是兵临城下，但是红方2个炮以及双车目前来说全部伸出去了，同时他的中路也被黑方的中炮进行牵制。如果说他刚才走士6进5，先捕获一下中路势必这个阵型呢还是比较巩固的。那么这里走完之后呢，棋友们呢不妨针对红方老家阵营的空虚采取一个手段。好了，我们这里就直接为大家分享答案。黑方进炮打掉中兵，这里用炮看住中士，显然红方此时不能够平车吃士。那么我这里回炮就能够打掉车，同时还进行反将。那么这一步棋可能呢，朋友们会认为这不是白说吗？我上马不就给你踩掉吗？同时这里还踩着车因为你这里打一个空土我不打你踩你这个炮也说不过去。但是此时一踩的话，黑方进车砍掉底士，红方仅此率5进1。此时黑方再来一个马8进6。这里为什么没有走马8进7呢？因为主要跳马的话也是为了给后方的车腾开道路，形成双车错杀法。但是走马8进6的话更加好，因为这里既有马接下来将军的棋，同时还有回马踩掉中炮，减轻压力和威胁。那么此时黑方的8路车已经比较通透了，车一旦通下来就是个绝杀。红方仅此平帅，赶快逃命。黑方进车先将一军，红方称势，此时再回马踩掉炮。这里踩完炮之后还踩着红方这个车顺势进车吃马。那么现在朋友们仔细看一下，黑方目前来说前方是攻不动的，那么红方在这里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杀棋，因为拔掉的中炮它显得后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攻击力度。此时黑方平炮，这里一将军，如果说你这里吃炮的话顺势吃掉那显然不划算，吃马也是势在必行。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显然我们这里又内道有炮，黑方把拳头收回来，接下来平车一将军照头来一将的话就是个绝杀。红方也没有办法，赶紧退帅，此时平车砍掉中士。好了，在这里黑方总算是扬眉吐气，博得一局。因为接下来红方无论是双车以及马炮，他都没有办法阻止黑方平车过来将军以及进车，形成双车错绝杀无解的局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2个变化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不错，欢迎评论区点赞留言来个666。
我们继续返回到先前的局面，黑方在这里还有第二个攻杀的思路。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卒3进1，本局他采取上马踩掉兵。那么这里一踩完之后呢，红方依然是故技重施，上马踩马，黑方平炮打掉。那么先前我们讲过了，主要是以马换马的话，是为了后续的进攻，依然是进炮沉底，接下来进车砍士就是个绝杀。黑方趁势，此时红方前面已经失败过了，显得中路头重脚轻，同时在这里还要防止黑方上马就直接踩掉你中炮，一旦把红方的中炮拔掉之后呢，显得红方这个单炮在底线就成不了什么太大的气候，他选择平炮。那么接下来进炮打底士，一旦从底线加强突破之后呢，势必双车能够快速攻杀。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选择了车8进8卡住象腰，这里就接下来进入了今天非常精彩的对攻时刻了。此时红方直接进炮打掉，黑方不敢退士吃炮，如果是吃的话，红方进车砍底士将军再次车8进8，就直接形成了双车错绝杀。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就不管你这个炮，直接采取跳马，因为接下来这里卧槽将军势必有比较凶狠的杀棋。但是黑方也是为时已晚，红方此时退炮一将军，这里并不是平炮打象如果说平炮打象他把象飞开的话，显得你两个炮兵力分散的话就不太容易进攻。那这里也是为了退炮将军，把双车以及双炮兵集结一处进行火力进攻。这里将军如果说黑方退士以及飞象是同样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看它飞象的变化。那么有兴趣的棋友们也可以把退士的变化进行自行摆一摆，这两个变化都是异曲同工之处。因为无论你飞象还是退士，这里将军的话，红方都是炮甩边，接下来准备重炮杀棋。你即便是退士的话，我还有进车顺势砍掉底士，这里再进车同样是个绝杀。所以说飞象更加的顽强一点。那么现在重炮要绝杀黑方仅此将5平6。那么好了，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只需要一步棋就能够一招致命。我们话不多说，红方直接进车，底线来一个将军就绝杀无解了。可能朋友们会认为这里还没有过到瘾呢，为什么就绝杀呢？这也是刚才炮6退1的一个好棋。这里正好退车2线，同时准备平炮到底线来进行重炮绝杀，但是也好，正好利用了黑方的中士在这里为我们2线的这个炮形成一个炮架，对黑方老将进行一个封锁。所以说前车后炮，接下来进车下底的话，绝杀非常的快速。好了，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3个精彩的变化非常的绝妙呢？如果说觉得还不错，欢迎评论区来个666，点赞支持，非常感谢。各位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左马盘河第2局。经常遇到这个变化的棋友，不妨跟着一起思考一下，看看你的走法和棋谱是否相吻合。我们就直接走到前面的开局分界点，红方上马，黑方进卒，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意在平车压马，黑方抢先马2进3，红方进兵，提前活通马路，防止黑方进卒形成2头蛇。走到这里，黑方选择马7进6，这就形成了红方当头炮过河车，黑方以左马盘河基本阵型。那么接下来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8进7。走到这里，现在黑方的走法非常的显然，当然有很多走法比较直观的就是卒7进1。今天我们就先围绕这个变化为大家展开。现在既进卒吃兵，同时回马踩着车，在这里势必黑方要抢夺一下先手。那么红方有2个走法，退车抓马以及平车抓马。首先我们来看退车抓的话，
黑方这里既有先进卒吃兵，同时还有上马踩着兵。因为这里先退马的话，这个马好像也退不回去。首先我们看选择进行交换的话，红方平车吃掉，吃完之后黑方进卒吃马，走到这里之后非常潜在的两个走法，红方直接上马，就交给黑方到底是补后中路还是保留这个卒呢？因为红方接下来棋很明显上马踩卒进炮打了一个空头。首先我们看他平炮守住中路的变化，那这样走的话，红方平炮打掉卒，这里打完之后双方成一个子类均等，但是红方车马炮位置稍微略好一点点。这个局势继续往下发展下去双方这个战线还是拉的比较长，可以继续再往下战斗。我们在这里再看第二个变化，当红方上马的时候，黑方这里保留这个小卒的话，殊不知这个保留卒的变化将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首先我们看他想保卒的话，仅此一步，选择进卒。此时红方上马踩掉卒，这里一踩，大家就会发现接下来出现了问题。如果上马踩的话，进炮打这里是一个空头，红方这个车又在内道线上特别的好，那当然不能主动踩的话，既想保留马，又要防止这里跳马闪击将军的话，唯独选择飞象。那么现在是象7进5还是象3进5呢？这里就有天差地别。首先我们看比较容易走错的就是象3进5，那大家在这里看看，平时是你的话，会不会走出这样的随手棋呢？因为红方只需要上马的话，这里马踩着车，进车砍士就是个杀棋，轻则丢车，重则直接结束战斗这个变化黑方基本上可以缴械投降了。所以说在这里黑方还得稍微仔细思考一下，比较稳重一点的就是象7进5，那这样走的话，红方平车，这里来一个牵制。接下来你要不要吃红方这个马呢？因为黑方的马是绝对可以先吃你的，不吃也不行，退的话也不太合适。红方进炮打掉，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黑方称势。走到这里基本上可以平炮过来，当然还有进车捉卒，这里对黑方来一个牵制，同时将来双车容易形成杀棋。可以说这个局面继续往下发展下去，黑方完全成一个防守状态，红方成一个先手进攻，红方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前面一个变化，红方能够掌握主动权。我们继续看黑方上马踩掉兵，这个变化感觉更加的顽强。那红方仅此选择平车捉双，黑方这里选择了象7进9。当然为什么没有飞中象呢？这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话，因为飞中象的话，这个变化稍微它可以平车牵制车炮，这里保留一个炮8平5，将来从中路能够形成一个反击和牵制。当然这里飞象吃着车，红方仅此一步，选择退车吃卒。接下来黑方平车，直接来跟我们对车。那现在红方也不能不对因为你这个车闪开的话，它将来还有炮下底，平车拦住炮的话，黑方上马踩完炮，将来还有进车吃马，这样的话显然红方容易丢子。进车吃掉，黑方回象吃掉车，此时红方再次出车也好，这个局势继续往下发展，双方子力均等，都不是特别占优势。经过前面的演变，那么红方要在这里夺取先手的优势的话，第二个走法选择平车抓马。那现在黑方如果说进卒吃兵，或者说上马吃兵的话，这两个变化就会演变成和前面一样的结局。它还有个稳重的走法，就是马6进8，
这里既有进卒吃兵，还有上马踩马，这样的话黑方稍微能够抢夺一下先手。当然红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先弃后取，进兵吃掉卒，黑方上马踩掉马，踩完这里明显是有一个闪击，红方进炮打掉中卒，就交给黑方抉择，现在是逃马呢还是上马吃掉炮呢？如果说逃马的话，这个马退也不太合适啊。如果说退回去，那这里退炮的话，既有打马，又能形成空头。这个马好像是前去无门，后退无路。他首先选择上马吃士这个变化。那这里吃完之后，红方并没有着急吃马，而是先选择退炮，这里保留了中路的将来优势。黑方进炮下底，目的退马就有将军，那红方明显这里可以先平车过来抽啊，但是棋局的走法选择了先出车，车9进1，先给黑方留点机会。黑方回马将军，红方飞象，接下来平炮。显然这里感觉给黑方造成了一个假象，进车就是杀棋。然而红方这里是有先手将军，选择称士平车过来，就把这个车抽掉了。那么在这里如果说称士的话，显然会丢子，飞象同样。那黑方比较顽强的走法就是将军的时候选择回马窝心，当红方平车抽车的时候，他再把马跳出来，顺带给车生根。这个走法看起来稍微顽强一点。那红方当然是进车给你对掉，消灭你的有生进攻力量。吃完之后，红方既有平车过来卡马腿，还有平车过来抓马。将来再次上马的话，借助红方有当头炮的优势，显然红方在这里立刻能够锁定胜局，黑方得不偿失。看来这个空头炮的威力还不容小视。那么黑方在这里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果断上马踩掉炮，以绝后患。红方顺势平车吃马，先手来一个将军，黑方选择称士，接下来平炮打掉马，可以说先弃后取。那么好了，棋局发展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认为现在红方是车马炮子力稍微兵种上面占优势，实则黑方也是相差无益，因为黑方还有非常顽强的反抗手段。这里我们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特级大师在这个局面下的精彩对局。我们继续往下发展，将棋局进行到底。此时黑方进炮下里先来个底炮，当然红方这里并没有选择出车牵制，那现在选择了一个上马，可能这步棋就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机会。黑方选择炮2平6，此时红方会发现这个马现在上不来了，你踩卒意义不大，因为这里总之是要快速出车的。如果说马6进4的话，正好进炮打掉士，这里选择一个车9进2，他是想黑方现在双炮一车，从他空虚的底线采取进攻，势必有一定的攻势，快速起横车，将来能够调过来形成一定的防守。殊不知这样的话，黑方就抓准了机会。此时进车下2线，明显要平车过来，既有吃象，还有平车吃士。红方在这里选择一个飞象，可以说这几步棋稍微给黑方制造了非常大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看黑方如何巧妙利用红方这个飞象，进炮打车，车显然退不下来呀，退到底线，这里显然是浪费了部署，只好把象退回去。此时平车过来，进炮打士，还有进车吃士。如果说选择乘士的话，很明显这里一炮破双士，无论你打不打的话，或者说退不退是吃的话，将来都有平车过来，然后进车下底。
好，我们就看红方此时发现问题，他比较顽强的走法选择平车，这里牵扯住将来有双车夺炮，但是黑方这里并没有给机会进车吃士一将军，只能率武进一。接下来黑方采取了一个退炮，结成担子炮，可以说4平8稳。那红方选择平车内道线，黑方接下来退炮。这里显然如果说你退车吃的话，这里进车吃来一个将军，然后平炮打车，接下来红方2个车都没有了。那红方没有办法，选择退炮，这里也是将来想形成一定的防守。此时黑方只需要走一步车1平2，红方发现大事不妙了，这里已经构成杀棋了，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做了最后的反抗，平车吃掉炮，黑方进车一将军，只能率武进一，此时平车将军。那现在如果说这里称士的话，这里退车就是个杀棋，率武平4的话，退炮打车，只好选择率武平6，顺带吃士再来一将军，再回来。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退车将军，把这个车又给抽掉了。棋局发展到这里啊，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足以说明，虽然说红方有车马炮3子兵种上面占优势，但是黑方巧妙发现机会的话，善于掌握，还是能够走出非常强硬的手段。好了，棋友们，今天这个棋局精彩的对局阵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或者说对其中的棋局有一定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交流。非常感谢朋友们强烈推荐支持，谢谢大家。